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语著。第534章观战。KPL 常规赛第2轮 ，Prime 战队和 Thunder 战队的较量排在前面。接下来 B 组还会迎来2场重量级的较量，其中 Prime 上一场的对手明辉战队对阵升班马绿水鬼战队，而另外一场重头戏则是神殿战队迎战2等种子队伍 Quick。尽管 Prime 战队最近的势头很猛，媒体舆论也跟着增了上来，但 Quick 战队却仍然是 B 组之中仅次于神殿战队的存在。因此，神殿战队与 Quick 战队的这场较量还是被认定为是 B 组的天王山之战。这场比赛同样也受到了 Prime 战队的重视，原因很简单，神殿战队是 B 组最强的对手，想要问鼎 B 组第一，那么 Prime 战队至少要战胜一次神殿战队才行，而 Quick 战队则是 Prime 战队下一场的对手。B 组常规赛第3轮，Prime 战队迎战的正是 Quick 战队，因此对于 Prime 战队来说，神殿和 Quick 战队的比赛简直是非看不可。实际上 Prime 战队不仅看了这一场比赛，还是现场观看。帝都电竞中心演播室内灯火通明，今天到场的2名解说，一名是 Prime 战队的老朋友子豪，另一名却不是只会说漂亮的芊芊，而是换成了另外一名嘴皮子很快的男解说剑南。观众席上，苏哲和队友们坐在一起，没等解说开始发言，旺财就坐在旁边嘿嘿笑着说道：来，让我们听听这位新解说剑南贱不贱。苏哲差点把一口可乐笑喷出来。噗，旺财你个逗逼。旁边韩小军也忍俊不禁，哈哈哈，我也是服了，这解说起名的时候也不长点心，叫什么不好，非得叫剑南，你叫个刀南或者剑北也好。剑南。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欢迎收看2018王者荣耀职业联赛 B 组春季赛的第2轮。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万众瞩目的 B 组天王山一战，对阵双方分别是 B 组的1等种子队伍神殿战队和2等种子队伍 Quick。 解说子豪朗声说道。旁边的剑南点头道，没错，这一场的确是 B 组的天王山之战。首先来回顾一下 B 组目前的积分形势。B 组的常规赛第2轮刚刚开始，昨天晚上 Prime 战队凭借着多赛1轮的优势，以2个积分一骑绝尘，暂时位列小组第1。而接下来的第2梯队内神殿战队和 Quick 战队分别是以1个积分并列第2。子豪马上接过话茬，而今天晚上这2位并列第2的选手将迎来对决，也就是说，神殿和 Quick 战队2者之中必有一个会在今晚离开第1名的争夺。究竟是哪一支队伍可以继续与 Prime 战队保持第1名的成绩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正说到这里，神殿战队已经入场了。神殿，观众席上喊声如沸。寒山，其中以寒山大神人气最高，基本上半个赛场都在喊他的名字。当然，其中也穿插着小雅、Mike 或者将军的呐喊，但这些人的喊声与寒山一比，实在是不值一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寒山这小子人气还是这么旺啊。韩小军笑着说道，语气之中多少有些醋意。可惜呀，明明是同一批出道的，已经没什么人气的我君王了。这时旁边的 Lucky 还很无情的补刀道，你过气过得也太快了，靠。韩小军扭头瞪了 Lucky 一眼，怎么和教练说话的，居然敢捅教练一刀，不怕我把你安排在冷板凳上吗？ Lucky 知道韩小军就是随口一说吓唬人，一脸不屑的说道，把我按在冷板凳上也改变不了你过气的事实。韩小军听完之后更伤心了，过来拉住苏哲的胳膊，长哥 Lucky 说的我心好痛，你快来安慰安慰我。苏哲哪有功夫理他，回头和旺财讨论今天2队可能的套路。我觉得 Quick 可能会打马可波罗自由人体系，毕竟马可波罗这个英雄是最适合自由人体系的，同时 Quick 前几局通过这一体系占了不少便宜，
应该会这么做。不过神殿肯定会针对，先手 ban 掉马可波罗也不一定。神殿那边会怎么选择呢？妖帝是不是又要使用太乙真人了？妖帝的太乙真人的确很犀利，不过这个版本也可以选择明世隐或者孙膑。可怜的韩小军直接被忽略了，郁闷的转头去找自己的亲传弟子 Akon 哭诉去了。1分钟之后 ，Quake 战队也逐渐入场。虽然没有神殿战队那么高的人气，但是 Quake 战队的人气也没有被神殿战队完全压制下去。Quake。而在 Quake 战队之中，最受欢迎的2个人是他们的打野选手阿牛和中单法师博士。阿牛，博士，阿牛。不同于神殿战队的粉丝全部痴迷于寒山大神，Quake 战队的博士和阿牛则有些平分秋色的意思。苏哲对这2个人也很了解，知道在 Quake 战队里，这2个人的水平绝对已经达到了 KPL 的顶尖级别。据说当初将军没有来到神殿的时候，神殿战队还曾经高价挖角过阿牛。不过阿牛觉得 Quake 战队对他有知遇之恩，所以并没有选择离开。由此可见，阿牛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2支战队随后进入赛场，第1场比赛直接打响。BO3 的对决，第1场是神殿战队先ban先选，神殿优先啊！这下 Quake 不是更危险了？旺财摇头说道。苏哲也点头表示同意，毕竟相对来说，神殿的实力更胜一筹。Quake 战队之中，只有博士、阿牛2个人达到了神殿战队的水平。第1局又是神殿战队先选 ，Quake 战队的确危险。一番ban人很快结束，双方ban掉的6个人分别是干将莫邪、武则天、李元芳、鬼谷子、哪吒和关羽。马可波罗放出来了，苏哲沉声说道。而且你们看 ，Quake 战队ban掉了一个哪吒，这明显就是准备上射手了。上马可波罗吗 ？Lucky 问道。苏哲点头道，应该是要上马可波罗，毕竟哪吒是出了名的射手克星，ban掉了哪吒，马可波罗的生存空间会大大加强，神殿怎么没防着他们这一手啊？韩小军摇头说道，真要是让 Quake 拿到马可波罗，那么其实就不好打了。至于神殿这边，将军好像还从来没有用过马可波罗打野， Quake 就是认准了将军不用马可波罗这一点，所以才敢放马可波罗出来。话音未落，神殿已经完成了选人，第1个位置抢了妖帝的太乙真人，而对面的 Quake 果然直接抢下了马可波罗，还真是马可波罗自由人体系。韩小军一拍大腿，这场有的看了。而神殿这边的寒山拿了一个花木兰来针对马可波罗，同时中路选择了非常强势的嬴政。Quake 战队中路选择的是扁鹊，边路拿了个程咬金和刘邦，应该要打的是非常抗揍的不死鸟体系。你多放2颗地雷呀。哥，你疯了呀？去跟他单挑？咱们能一起吃吗？小心中右，小心中右。这种是100%有达摩的。你看着。你蹲的那些草啊。哈哈，急了急了。急了急了急了！
这就是年轻人嘛，这就是年轻人的反应吗？小国标啊，卖上。哎呦！请求集合，保护我方蓝棒。请求集合。也吃啊，对了呀，你打输出肯定得你吃。开始撤退。不要怕，看我拉就完事儿了。生活像一张蜘蛛网，技能还未冷却。我的日常收到，就是钻它的空子。反正你看到对面选点缺，你就拿西施就行。开始撤退。又去单挑。打救你呀，对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每一种境遇都是命运的附赠品。达摩有闪现，不要去惹他。刚说完就被开了，服了。咋拯救你们？死不了吧？我操！一点手法没有，还出装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爱早已落幕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开始撤退。生活像一张蜘蛛网，我的日常就是钻它的空子。请求集合，发起进攻。开始撤退。哥，你做肉吧，真的。你那手法。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
你要有手法，你做输出，那我能理解你会拉扯。你他妈的一点手法没有，纯搞笑的。玩蛇呀！生活像一张蜘蛛网，我的日常就是钻它的空子。开始撤退。说好了，扁鹊一个大，诸葛亮你一个一，估计你就没啥血。想干嘛呀？开始撤退。谁他妈不了解你那点坏心思？其中一丸大多低调，花哨的外表惯会骗人。开始撤退。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。你能别秀我的智商了吗？生活像一张蜘蛛网，我的日常就是钻它的空子。狼狗也不做破晓。发起进攻。最佳组合，10人，技能已经好了。花招。他没闪的，刚才他用手剑了。请求集合。请求集合。请求集合。射手，你不做破晓吗？正在被攻击。收到。少女怎么会拒绝闪耀的宝藏呢？开始撤退。这马超游戏理解低级的很。技能还未冷却。达摩有闪现了，小心！其中一丸大多低调，花哨的外表惯会骗人。风暴龙王降临，决战开始。等等我。
这谁受得了？发起进攻！这他妈你戳不死！发起进攻！请求集合！发起进攻！给我杀！技能已经好了，别怕有我。请求集合！请求集合！收到。每一种境遇都是命运的附赠品。拿下！拿下！拿下！